大峰哥，哎，这个小区的地段呀、物业啊都挺好的，户型也很不错，可以买。那我觉得离地铁远点儿，所以我这正犹豫呢。这要是真在地铁口，那是这个价吗？那倒也是。半民，那我可就真掏钱买了啊！弟妹说话了，绝对这个。那是的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峰哥，我媳妇儿现在倍儿牛，外边请她讲课一抓一大把，出场费4位数呢。要不说你小子有福气嘛。我二叔做工程的，啊，开发商抵了几套房给他。哦，是吗？几套房呀？就这个，整个这一单元全是。都卖了吗？没呢，这不二叔让我过来挑一挑，选一选。那卖给我吧。行啊，你挑吧，看看要第几层。全要。不是，整个这一单元你全要啊？嗯。嘿。这一单元全要，咱怎么买？不是咱自己买。你媳妇儿现在地产圈也算个小红人了吧？我在粉丝群里吆喝一声，这房子分分钟就能消耗掉。哎，咱们每一套要个3万块钱的中介费，不算多吧？那这一转手就是好几十万呢。那头咱们再跟大峰哥的二叔谈，一个单元全要，总能拿点折扣吧？这么一来一回，就等于干了个中间商。你这行吗？啊，刚你说这一单元全要，真给我吓一跳。全要哪要得起呀？我现在不想折腾，就想赚点小钱，过过小日子。不是这还小钱，这一来一回好几十万呢，牛啊媳妇儿！要不怎么说你眼光好？咱们这次分工啊，我负责找客户，你负责去跟大峰哥的二叔谈，看看能给几个点的折扣。没问题，峰哥我铁瓷，他二叔肯定卖我这面子。哎，你话可以这么说，你心里可千万别这么想，啊，亲兄弟还要明算账的，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。到时候你见面的时候啊，就装作跟我意见不合，压根儿就不想买，啊，哎，把你的公子哥这劲儿拿出来，争取谈个95折。明白。哎，这靠爹才叫公子呢，靠媳妇儿得叫驸马吧？得了吧，我可没有那公主命。哎呀，这工地的路不行啊，给你那车都弄脏了吧？车这玩意儿不就是开的，有泥有坑才叫驰骋江湖呢。哎，我以为你小子结完婚之后成气管炎了，还行，还是原来的你啊。二叔，哎，忙着呢。哎呦，我朋友李万斌。哎呦，二叔好，二叔好，待会儿待会儿了。坐坐坐，来，坐客气什么呀？来，我给你倒点水啊。人家甭忙活来，我这有点乱啊。万斌啊，我听大峰说，怎么着？你要把我一个单元的那个工体房全吃了呀？得我媳妇儿。您说那人家家那口子都是爱买包什么的，他这买房上瘾，我都没法说，受不了。现在眼瞅快离了。别瞎说，跟弟妹好着呢。这房你买了，转手一卖就是钱。哎，我不也买了吗？哎，那对，那门口那商场要建起来，就仨字儿，铁定着。是啊，二叔啊，这长江水它喝不干，钱也赚不完，是不是？我跟您说实话啊，就是因为这事儿啊，前2天呢跟我媳妇儿干了一个。我这边呢，我是压根儿我就不想。您说本来我这挺富裕一小家啊，家里现在不缺房啊，再买再一折腾，那不是一夜回解放前了？哎呀，这苦日子呢我也过，真是难。这峰哥知道，之前我还管他借钱呢。哎呀，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。你现在不是过得挺好的？说这一买不就又难了吗？就算这房子之后涨疯了，那也弥补不了我吃糠咽菜的苦。那什么意思呀？说买啊，还是不买啊？对呀，说真对不住啊，我今儿来其实就是想让您告诉我一折扣，然后回去糊弄一下媳妇儿就得了。要是之后真离了，他肯定找您买。哎呀，不至于，二叔，他跟弟妹关系好着呢。弟妹啊是个女强人，我过生日，我媳妇儿送我什么呀？一条皮带。她过生日的时候，咔咔，宝马停门口了。万斌，这么着，
这一个单元你全拿下，给你打9折。哟，得，那谢二叔了，那我就回去。你听我说完啊，咱们成交以后，我私底下再给你2个点的回扣。男人嘛，对不对？兜里你得有点私房钱。这怎么还有回扣呢，二叔？我也买房了，我怎么没有回扣啊？你瞧你点出息，你跟万兵是发小，你瞧人家，那张口就1个单元，你呢就那1套房，还磨磨唧唧的。这，啊，万兵，哎，怎么样？还是那句话，这个你要吃下来，铁定长。我知道你打小没吃过苦啊，所以你不在乎。但你媳妇儿为什么在乎呢？她知道啊，钱是什么？钱又不认人，你不在乎她，立马走人了啊，对吧？不是二叔，您这思想工作做得行。您这么说，我是真有点心动。哎，我说这是实话，是。哎，就这房，你别转手，你转手里2年，翻番涨啊！这大实话是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二叔要不是这工程需要现金流，打死我也不舍得出手，我舍不得。行了，二叔，别说了啊，万民也能听懂了，大道理也讲了。还有就是这事儿是你牵的头，将来这房子涨了，那赚钱肯定有你的功劳啊。你媳妇儿能力是强，咱老爷们儿也不能差事儿啊。赵女士啊，我也不瞒您说，我从内部渠道拿了几套工笔房，在新区，价格也挺合适的。哎，您要是感兴趣的话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好。喂，万兵，怎么样？谈好了，88折。88折，太到位了啊！你知道人那边啊，本来告诉我说打9折，然后看我这儿犹豫，又提出来给我2点折扣，这不是88折吗？你老公连不连一连？行，莲姐，你是模范老公。这就是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今天就让他们立合约，带回来我让顾家看一眼，毕竟这么大金额，知道吗？得嘞。行。我已经找了好几组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客户了，回头咱俩做量一微科，统一拉过去看呗。媳妇儿，我觉着不行，咱这房别猛出卖，咱自个儿全吃下来吧。没事儿吧？发烧了？我认真的，你想啊，这房子铁定涨，干嘛非得给别人做假意啊？我也认真的，我们买不起。买不起不还有咱爸呢？你多大了？别一有事儿就找爸爸行不行？咱俩都结婚了，咱俩跟你爸严格意义上来说是2个家庭。你有事儿应该先找我呀。我不是找你了吗？你不是给我撅了吗？那买不起是不是事实？你当初买哪套房的时候买得起啊？那不都是急着白脸满世界找钱啊？怎么着？现在到我一说要买，你一句买不起，你就打发了？那说起来，咱是一家人，是吧？你不能做什么决定都只能你自己啊！啊，你一言堂，你太上皇啊，还是女太上皇？什么女太上皇？合着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个光辉形象啊？那你知不知道，太上皇是已经退位的皇帝，压根儿就没有实权的。不知道，没文化。你以前不是最讨厌买房子吗？怎么现在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因为我想挣钱，我想让你过好日子呀。我知道你想让我过好日子，咱们转手卖了也能赚不少钱呢。老公，你还记得咱们住阳台上下铺的时候，你跟我说你就想要老婆孩子热炕头，我现在跟你那时候的想法是一样的。我们已经过上好日子了，咱见好就收吧，行吗？行。啊，对了，过几天东华之夜有个酒会，我们一起去呗。那种酒会都特装。
我陪你去，是不是有好吃的呀？那肯定有啊，就知道吃。